職業電腦玩家球場漫步又和大家見面了，又換新的鼠標了呀。有時候你換過很多鼠標，会發現一件事儿啊，你就会发现以前很多鼠標呢，你只是用習慣了，但是不是真正的跟手。这款雷博 VT7S Pro V2 版，你看它放在桌面上啊，平平无奇不起眼，感觉很標準的一个鼠標。但是你真正拿起来用，你会重新理解跟手这两個字什麼意思。它是雷博的第9款模具了，代號是巴雷特。這個是專門為亞洲人中號手和小號手來做的，它收腰處做的更明顯，尾部圓潤，它是正好托住掌心。橫握點它收窄到52毫米，那抬鼠標的那一刻呢，你會感覺明顯的省力不少。背高只有38.6毫米，整只鼠標啊，把這個天賦點都點到靈活上了，而不是那種壓手的設計。真正支撐鼠標跟手的東西啊，除了外殼以外呢，其實還有它裡邊的東西，就是主控。主控啊，它用到的是 Nordic 5L15雙芯。這個鼠標啊和接收器端它各用一顆，兩端同步做延遲運算。有線的雙鏈路按鍵延遲能壓到 0.155毫秒。更少見的是啊，它把這個按鍵掃描率做成了可調的，是4檔，在同價位當中啊，基本可以做到不二家呀。它傳感器用的是原相3955 Ultimate 靜態的掃描帧率速率能衝到2萬 FPS， 做小幅度的那種瞄準啊、微調時啊，那種延遲感幾乎是感覺不到的。在按鍵這一塊，它是換成了 1.2億次啊定制特調光微動，再配上雷博定制的光學編碼器，輪的轉落感是偏緊實的。即使你長期用下來，它也不會鬆鬆垮垮那種感覺。續航方面呢，更是讓你忘記充電的那種類型啊，它可以來到750小時。快速補電更是1分鐘就可以讓它能用6.5小時。叫我快速補電，我喜歡叫它叫快速補能、快速充能。它是一種應急的，說你在玩遊戲時突然間沒電了，在遊戲中局充上1分鐘，你還可以再持續戰鬥6.5小時啊。軟件端呢，它更是接入了 A Hub， 它裡邊呢能按應用自動的切換裡邊的配置文件，比方說在你打遊戲時，它可以自動的切換到那個狂暴競技模式。你切回辦公時啊，你不需要手動去來回的調節這個配置參數，它會自動的根據場景幫你切回到辦公模式。那299元首發價，再配上以上這些參數，看起來確實不太像入門級的該有的配置，可以說是標準版即旗艦的那種配置，可以說是中小手電競遊戲鼠標當中的貼零梯隊的一個表現。你也可以理解說299的價格不應該有這麼全面的配置，或者說呀，你正在打算買鼠標，那就先別着急加預算，在這個價位當中，你看一看 VT7S Pro V2 再說。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了，喜歡的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，並且點讚這個視頻。我們下一期再見。